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批判资本主义、仇视资本家、控诉资本冷血无良，似乎是一种政治正确、自诩正义的行为，是在为普通人争取权利。但宣泄之后，人们会发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资本当然并不无辜，但如果一个社会把低工资、长工时、食品安全、消费者和劳动者保障缺失，甚至是生活中所有的不公和怨气，都归结成资本天生邪恶、资本家过于贪婪，那么真正的关键就被忽略了。因为资本想要更多利润，只能解释他想做什么，却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可以做得到。为什么企业可以长期侵犯劳动者的权利？为什么违法成本如此之低？为什么劳动者难以组织谈判和反制？为什么法律写在那里，却未必能够形成真正的约束？到底是谁规定了资本可以走到哪里？谁决定他越过边界之后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谁掌握着最后的解释权和裁判权？当资本承担了一个社会几乎全部的怨气时，我们真正需要判断的是，到底这是资本本身的问题，还是它本来就被放在了这个承担民怨的位置上？到底有什么更深的权力关系被藏到了幕后？这就是本期视频要讨论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破除一个幻觉，也就是认为在不同的社会中，资本都是同一种东西。事实上，它们完全不一样。更准确地说，资本普遍具有增值压力这一点是相同的，但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增值，则是由它所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在有些地方依赖创新，在另一些地方依赖关系，甚至同一家跨国公司在不同社会中对劳动者、消费者和政治权利都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姿态。资本天生逐利，这句话当然正确，但是它没有解释力。真正值得分析的是，不同的权力结构塑造了资本什么样不同的增值方式。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秩序中，资本获得持续收益的主要路径通常包括提高生产效率、发现新需求、创新产品、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规模、建立品牌和技术优势。当然，它也可能利用垄断、压低工资、信息不对称和规则漏洞。资本从来不会靠善良赚钱，但是这些手段原则上要面对竞争者、法院、监督部门、工会、消费者和媒体。一个企业家不能只靠某个强势力量的许可就可以稳定排除竞争者、压制负面消息，甚至无视规则。他必须要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产品、价格、技术、规模。这个时候，获利能力和经营能力之间就会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关联。但在另一种情况里，资本的增值方式就会完全不同。在这种社会里，资本也许仍然需要经营，也可能创新，也可能提高效率，但是这些能力无法单独保证资本安全。决定性的问题会变成：谁允许我进入这个行业？谁能够给我贷款、土地、牌照和订单？谁能保证监管不会突然改变？谁可以排除我的竞争者？谁能决定我的积累仍然合法？因此，资本的核心目标会从单纯的收益增长转向在保持政治安全的条件下实现增值。政治安全甚至会压倒经济效率。一家效率不高的企业，只要具有可靠的权力关系，仍然可能长期获利。这时，资本收益不再主要靠市场竞争筛选，而是由政治准入、选择性保护和人格裁量共同塑造。这就是在人格支配秩序中的许可性资本。在相对独立的市场秩序中，资本主要通过竞争来证明自己有资格继续获利；而在人格支配秩序中，资本首先需要证明自己仍有资格被允许获利。这两种资格是完全不同的运作逻辑。许可型资本最极端的增值方式可以是某些行业只向特定主体开放，某些企业更容易获得土地、标的、贷款和行政许可，某些企业的违法行为长期被容忍，某些企业可以获得国家投资的基建订单、政府补贴和内部信息，某些竞争者会被行政力量排除，某些产权和合同只在政治认可时才稳定，某些企业承担政治任务后获得经济回报。但这里需要说明，
获得人格权利的许可，并不意味着企业一定能获得政府订单、垄断地位，或者由权力替他排除所有的竞争者。服从人格权利，首先只是进入和留在这套秩序中的前提，它能够证明企业可以被控制，不挑战最终裁判，并不确保企业一定能经营成功。因此，更普遍的情况是，资本进入了一个向上高度不确定，向下却相对容易控制的制度环境。人格权利不需要直接命令每一家企业降低工资、延长工时、偷工减料或者钻规则漏洞，它只需要维持一种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的特征是权力难以主张，不满难以组织，法律执行缺乏稳定性，企业侵害劳动者或者消费者的利益需要付出的成本很低。这种环境就会自动生产更弱势的群体。在这种环境里，资本就会依据自身的增值逻辑选择成本最低的路径。换句话说，资本无法准确计算政策如何改变，也无法要求人格权利提供稳定的承诺。它能够直接控制的是工资、工时、用工方式、产品品质、售后责任等等。于是，资本会尽可能地把向上服从产生的成本、政治风险和经营不确定性向下转移给更弱势的群体。这才是许可型资本真正现实的增值方式。它会利用劳动者难以组织、消费者难以形成集体压力、法律执行缺乏稳定性、企业违法成本较低的制度环境，把成本转移给所有反制能力较弱的主体。结果最后被支配者只看到资本的邪恶，因为所有的实际伤害都是由企业造成的。劳动者面对的是低工资、长工时和随时可以解除的劳动关系，消费者面对的是品质下降、安全风险和售后责任的缺失。资本成了最可见的施暴者，他承担了所有的怨气，但发放许可的权力结构却保持不可见。更讽刺的是，人格权利在必要时还会以惩罚资本的保护者身份重新出现。它一方面制造了一个被支配者弱势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又把被支配者的不满和怨气重新转化成对自己的服从。资本越是被描述成社会中最贪婪、最危险、最需要被驯服的独立力量，人们就越是期待更强大的政治人格能够保护自己。于是人们会相信，资本越邪恶，强权就越必要。最后，人们不是要求建立独立的司法、真实的工会、明确的劳动法和可执行的秩序，而是要求最高权力亲自出手惩罚坏资本家。这里真正发生的是，人们以反抗资本支配为出发点，最后却把更大的裁量权交给了人格支配者。而人格支配者并不会取消资本，他只会决定哪些资本被保护，哪些资本被惩罚，谁有资格赚钱，谁需要承担民怨。资本仍然存在，只是更深的依附于人格权利。